在工作的地方，我受到了工伤，当时才24岁，碰到这种情况，肾脏，就我觉得我既然还能说话，手其实还能动，那我后来我就面试一份那种打字员，可是因为我的手部功能其实没有像一般人那么好，那后来我面试是不顺利的。对，那其实当下我是真的蛮受挫折，那是觉得，社会上到底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若水是一个在科技产业里面，我们用3D 的模型的技术，把建筑物预盖过一遍之后，找出其中的问题。就是他们是结训完之后才。当时我们觉得身障者其实很适合成为我们的工程师。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3D 的技术其实它很像乐高，它可以组成非常雄伟的建筑物，但是你拆解完它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模组，所以只要有一些针对身障者做的一个植物裁剪跟训练的课程，让身障者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学起。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不论是在评级，或者是开完刀，其实我休养了大概快2年。然后在复健的过程中，就是因缘际会下听到那个复健师跟我提到说，若水有在办这样的资讯的课程，就是因为我是学产品设计的，那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对建筑还有机电这一块完全是不了解，所以基本上就是算是白纸进来的。那这边是一个那个机车的跟电梯。我们职训开办的时候，主要就是招收这些没有经验的身障人员。你会发现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有满满的热情。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懂，可是他们很愿意花时间去读去做。那他其实愿意从0到1这边的慢慢熟悉的教学，也会考虑到我们每个人学习速度去做配合，去做调整。出来的话，消防可能是10个就可能。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时候。对，但是我觉得心情不同的是，我觉得学生时代我是就学习而已，可是在职训这上，我知道它将是我未来可能陪伴我一生的东西。我们在开办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相信啦，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高知识含量的产业，然后里面又有最新的软体技术跟比较深度的我们说建筑产业的相关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开始执行之后，发现说这件事情只是大家一开始不知道，或者有很多预设的立场。他们在一开始他们就透过这样的职训以及日常的工作的历练，他们绝对都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可以讲一下，大部分我们遇到的挑战，其实不是身障跟非身障，而是大家团队要怎么样回馈，跟要怎么样跟他沟通。会在那之前先把排演的几条干线弄好，然后就直接从受伤职训到现在，其实我内心都是会有一点恐惧，是说如何跟别人交流。我蛮感谢若水跟同事，他们可以去信任跟包容我们身障，他不会因为我是身障的身份，可能对我觉得品质有问题，或是说觉得我工作可能没办法像其他人一样。他其实就把我当成一个一般员工，我在这份工作有一种成就感，跟就说，我在这份工作，我可以得到他人的尊重跟认可。我们对于身障跟非身障的工作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一致的，对。那在同样的要求的标准下，的确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譬如说，他们会更耐得住性子，可能源自于他们平常日常生活就有诸多的不便，要花更多的努力去做到相对快速跟精准的动作。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给他安全感，然后我们创造很多让他可以展现的机会之后，他会出来非常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动能。
从开完刀，然后坐轮椅之后，我觉得心理上会有受到一个影响，是我比较没有那么有自信，因为我会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工作之后，其实最实际上就是有一份薪水，然后可以支撑生活。在自信心上面，因为跟同事的交流，然后跟客户的开会，然后得到一些回馈，跟陌生人的一些交流，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自信心的提升其实有蛮大的帮助。其实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个人，与其原地踏步，走出来这件事情里面，都可以创造可能性。一旦走出来之后，世界是不太一样的教学性。所以我会建议很多的企业可以从小地方开始着力，你可以先从聘用1个到2个身障者，今天开始去建立这样子小型的系统，之后再扩大去运用身障的人力的这件事情，会让你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见。